怎么觉得姑娘对我的态度不像对旁人那么热情啊？是不是在下有什么地方惹了姑娘不快呀？你戏太多。虽说咱们许多年未见，可姑娘与在下接触这么长的时间，难道一点都没有想起来吗？你觉得我应该想起来什么吗？还是说你无论碰见什么姑娘，开口第一句都是这个？当然不是，在下只与姑娘一人说过。那公子的肾虚是从何而来？不是和女人，难道是和男人？那也是逢场作戏罢了，在下对他们没有什么感情。啊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付不起银子，所以才会在这儿拉关系？我怎么可能付不起钱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，你会改变你的态度。没有人能够让我改变态度，你也不行。三皇子，这玉王妃实在是太过于桀骜不驯，要不要亮出身份，让她吃瘪？她向来都是这个性子，而且她这样也很好，我期待下一次与她的见面。你怎么来的？不能来吗？昨天侯爷说的可并不是这样的，说这里就是本王妃的家，我想回就回，怎么这样快就变了？哎呀，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青儿，是不是想爹了？你看看有什么喜欢吃的、喜欢喝的，和爹爹说说啊，爹给你弄一些来。侯爷这不是玩得很好吗？哎呀，青儿，你不懂，爹爹就是觉得这儿啊实在是安静的很，但这般的安静待久了实在是不舒服啊。这不嘛，找了几个姑娘来唱唱曲儿，排解一下寂寞。你说是吧？可赵氏尸骨未寒，侯爷做这种事儿，难道不怕夜里睡觉的时候会梦见赵氏吗？赵氏已经被休了，以后元安侯府的事儿和他没什么关系。再说了，他做了那么多的亏心事儿，哪儿还会来见我呀？那可说不定。青儿，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？如果你不喜欢这几个舞女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他们给赶出去。你不喜欢的东西，爹爹也绝对不会喜欢的。还请姑娘高抬贵手，奴婢们都是低贱的人，来这儿只不过是为了讨一份活儿干的，从来没有肖想过侯府夫人的位置，还请娘娘不要怪罪于我们。你们几个倒是挺有眼力的，想要住进侯府，本王妃也不会拦着。只是你们应该知道，这侯府前2位夫人都是什么样的下场吧？女儿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要把人给吓坏了？怎么会啊？我这是在提醒姑娘们，要不然碰到不干净的东西，那该怨谁呢？要是你们什么都怕的话，以后还怎么伺候好侯爷？姑娘，我们都是低贱的舞女，侯府之间的事情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呢？如果姑娘愿意说的话，奴婢们也是洗耳恭听的。看来你们对这件事倒是挺感兴趣的，这是我之前倒是没想到的。我以为你们只对元安侯感兴趣呢。女儿，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？难道没什么事儿就不能回来了吗？这才过了1天，侯爷就要翻脸不认人了？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我既然说了这里是你的家，那么就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只要王爷不生气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那侯爷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不过是和几个姑娘聊聊天而已。姑娘们不是对逝去的侯夫人十分感兴趣吗？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女儿，你到底要去看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一下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要是到处跑的话，那得多难受啊。不会啊，你看这水井不是非常的冰凉吗？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这赵姨娘啊，就是从这跳下去的。这事儿大概过了也没多久，昨天刚发生。你们来的时候没觉得凉飕飕的吗？怎么会？女儿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要把人给吓坏了？怎么会啊？我这是在提醒姑娘们，要不然碰到不干净的东西，那该怨谁呢？
要是你们什么都怕的话，以后还怎么伺候好侯爷？罗青啊，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，你这时候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呀？岂不是自找不快活呀？没有住人也可以看一看啊。这是你家，你想要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，但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啊！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呀？在自己家里逛一逛，还需要什么理由？这站着倒是挺热的，姑娘，要么带我们进去看看如何？你们觉得这个柴房怎么样？姑娘，这院子里有那么多美的不像话的地方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柴房里来啊？柴房有什么好看的？是啊，柴房的确没什么好看的。那你们觉得这柴房住起来会怎么样呢？住起来？那肯定是没办法住人的呀。这么大这么漂亮的院子，那么多房间，哪儿不能住人？为什么要住在柴房里面？是啊，有那么多漂亮的房间，为什么一定要让人住在柴房里才可以呢？姑娘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几个愚笨，实在是一点都听不懂。你们若是真的喜欢当元安侯府的夫人，不能接受住柴房可不行。毕竟这个地方，以前的侯府夫人住过。洛青啊，你好好的说这件事做什么呀？这件事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提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没有什么意义。看来侯爷过的都是好日子，应该无法想象住在柴房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吧。本王妃今天就是要和他们好好的说一说。以前的事情总是这样，以后不会了。侯爷难道不觉得自己应该要和我娘亲道歉吗？道歉？不然呢？当初娘亲不是枉死吗？罗青，你怎么……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家里的事儿，其实没有必要闹得人尽皆知的，你说是吧？当初那些事你都做得出来，怎么现在觉得不合适了？那你自己既然做得出来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们几个觉得呢？如果说当初的侯夫人是因为侯爷导致的，那么不论这件事过去多久，侯爷都得和侯府夫人道歉。是啊，毕竟是自己的夫人，侯爷要是不道歉的话，那么这件事根本就说不过去，不是吗？我们人微言轻，说出来的话侯爷未必会放在心上，但是侯爷可不能不讲道理，毕竟是以前的夫人，不是你说不认就可以的。你们几个人是什么身份呢？竟然敢对着本侯爷的事情指指点点！你们一个个的真以为自己厉害的很呢？比厉害的话，我们哪是侯爷的对手？侯爷就连自己的发妻都可以这般对待。你们几个不要在这儿胡言乱语，赶紧滚出去！南洛清倒是大方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让唐月给他们送上不少的银两，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。下一回，姑娘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怡红楼逛逛。啊？怎么让娘娘去你们怡红院逛逛？你们怡红院不是都招待男客的吗？这就是姑娘不懂了，在我们花楼，并不是只接待男客的，还是会接待女客的。只要姑娘愿意，什么时候来都行。我们一定用楼里最好的酒水来招待姑娘，而且我们请客。罗青啊，你这么做可不太行啊！你毕竟是堂堂的玉王妃娘娘，你可不能和这些下贱的人混在一起啊！下贱？他们怎么下贱了？他们可是青楼女，身子不干净。可是侯爷把他们请来玩的时候，怎么一点也没有考虑这一点呢？怎么？难道你不知道他们身子不干净吗？那不还不是因为一时昏了头，所以才会如此啊！要是有理智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侯爷还是少说两句吧，怕是你自己也不会信。他们身子虽然不干净，但是心比某些人干净。
你不会觉得爹爹是那种人吧？爹爹可不是那种心思不干净的人啊。爹爹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还不是因为被那个赵氏哄骗，就连你娘的事儿也是被哄骗以后的结果。要不然吧，本侯肯定不会做那种事儿的。好，既然侯爷都这样说了，那不如出去看看吧。你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啊？侯爷去了不就知道了。这个爹爹身子不太舒服，不想去。这人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几个都不要愣着了，赶紧把他拉到官府去啊！老爷，真的要送去官府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人吓人吓死人吗？万一一不小心把本侯爷吓出个什么好胆来，那还了得！哎呀，难道你要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以后才把他绳之以法吗？姑父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难道你认不出来我了吗？我是赵文呐，我是你的侄子。我管你是什么赵文还是什么文，你这个东西来吓本侯爷，本侯爷就让你好看。侯爷，你怕不是忘了赵文？什么赵文？赵文就是那个赵氏的侄子，之前一直帮你管着铺子的那个。赵文？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就是我和姑父道别之后，就碰见了很多恶人，他们不由分说的打了我一顿，还把我打成这副样子，还请姑父救命啊！好小子，原来你在这儿呢！都已经打成这样子了，你还有力气爬呢？看我们今天不把你给打死！行了，这大街上的你们就这么打，万一打出了人命该怎么办？你们别打了。侯爷是吧？听说侯爷是这小子的姑父，可这件事不是侯爷你想管就能管的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们要是不说清楚的话，本侯爷没办法决定要不要管呢。我妹子是个良家子，她在铺子里买胭脂，她上去就对着我家妹子动手动脚，然后还把我家妹子给拐回家里去。我们去救，发现她院子里住了20-30个她拐回来的姑娘。姑父，你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打我？你要是再不救我的话，我可是要被打死了。你现在难道还看不清楚局势吗？你的姑姑早已经被休了，你以为你还可以当侯爷的侄子吗？再说，你就算是侯爷的侄子，你能够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，就算是陛下来了，他也保不住你。姑父，我们好歹相识一场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被打死吧？侯爷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姑姑已经被我休了，不再是侯府的人了，你也不要一口一个姑父，本侯爷和你可没有任何关系。虽然你已经把姑姑给休了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你总不能过河拆桥，见死不救吧？这么多年我就算是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呀。你自己也不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？你如果没有对那些清白的女子做那么坏的事情，你会被人打吧？你现在反倒是把自己撇干净了，还妄想让本侯爷帮你擦屁股。本侯爷可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侯爷，你既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，那么我也就不讲那些仁义了。其实我的姑姑就是被你逼死的。别以为你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。大家可不要看他这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其实他就是杀死他夫人的凶手。住口！你有什么证据就敢血口喷人呢？饭可以乱吃，但是话不可以乱说。侯爷，你那点小心思糊弄谁呢？你不就是为了讨好玉王妃才对我姑姑下手的吗？你放屁！你姑姑是自裁的，与本侯爷有什么干系？姑姑的确是自裁，可姑姑完全就是被你给逼迫的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把她给休了，姑姑又怎么会控制不住的自裁？好歹姑姑是跟了你多年的发妻，
可见你袁安侯就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。这赵文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们随便拿，只要给他留一条命下来就是。侯爷这是要去什么地方？罗青啊，你看看爹爹受了不小的惊吓，所以说有什么事儿就过几天再说吧。爹爹我现在必须得休息去才行啊。这么点小事侯爷就受惊了？怎么记得以前侯爷什么事儿都不怕呢？这是上了年纪了吗？还是说侯爷是不愿意看见我？罗青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？我今天的确是身子不太舒服，你要么先回去。啊，原来侯爷是这样想的，那本王妃了解了，以后就不打扰侯爷了。以后就算是侯爷想让本王妃来，本王妃也不会来。罗青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知道的，爹爹最宠的就是你了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，爹爹都陪你去。侯爷可要说话算话，无论本王妃要去什么地方，爹爹都愿意陪着一起去。自然，罗青要去什么地方玩，爹爹现在就陪你去。罗青，你带本侯爷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呀？这是怪瘆人的。瘆人？那你们当初合力把他害死的时候，你们那时候怎么不觉得瘆人呢？难道不是他觉得你们可怕吗？一个睡在他枕边的人，总是想着要他的命和他手里的嫁妆。罗青，你说这话可就不好听了。这儿这么荒凉，风还这么大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在这儿待着也没有什么用啊。怎么会没用？你难道不知道他会一直看着你吗？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，你不应该和他好好的道歉吗？哎呀，你这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？你现在开始着急，未免太迟了一些。赵氏已经付出代价，你觉得你的报应会在什么时候来？罗青啊，在这种地方你可不要说这种话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既然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再说你都已经到了玉王妃的地位，应该要觉得幸福才是啊。侯爷说的倒是轻巧，那可是关乎人命，你觉得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？如果牵扯到人命的人是侯爷，不知道那个时候侯爷是不是也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呢？罗青，你之前不是说已经放下那些事儿了吗？你是真放下了，还是一直以来都是骗我的？南德海之前苦口婆心的与南洛清说了那么多，还因此放弃了玉薇和赵氏，到头来南洛清对他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那他岂不是白白的浪费了玉薇的未来和赵氏的性命？放下？我哪有资格说放下呢？罗青，你可别听信那些人的话，那些把过去的事情翻来覆去说的人，就是见不得我们的好的人。你要是真的听了他们的话，才是真的着了他们的道啊。我们之间才是这世上最亲密的人，你可不要信了他们的鬼话。亲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可是你爹呀，我们就是这世上最为亲近的关系。我们有这一层的关系的话，你可不能就这么不管爹爹呀。你是本王妃的爹爹？罗青啊，我是你爹爹这件事儿，难不成你是今日才知道的？我一直都是你爹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是啊，你是南洛清的爹爹，可如果说本王妃不是南洛清呢？那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不是洛清，你不是洛清的话，你还能是谁？南洛清早就已经走了。你不是人啊！你不是人！你就放过我吧，就算你不是洛清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以前是我年少无知，你就放过我吧！给他道歉，你对不起的是他一家人。南德海照做。顾玉瑶或许是这辈子最爱你的人，
可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得到他的爱。南德海，这一切都是你活该。玉瑶，我对不起你。从始至终只有你对我好，可我总是看不到你的好。你还是不要在夫人面前哭了，免得脏了她的轮回路。洛青，现在走行了吧？你把我送回去。走吧。洛青，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做什么？送侯爷回家。洛青，不对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家可是在元安侯府，不是在这地方。你以为你有的选？能不下去吗？我想回侯府。滚下来！别在上面磨磨唧唧的，被人看着了不是更丢脸？玉王妃娘娘下什么命令，你们就乖乖照做就是。小表妹，你这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自然是想办法弄到的。这可是南德海贩卖私盐的证据，这个东西要是交到陛下面前，他恐怕是连命都没了。那是自然。你确定要把这东西交上去？赵氏和南雨薇都已经受到了惩罚，从今以后，南德海只会愈发的依赖你，他也是你的靠山之一，你就这么把他给交出去了，那对于你来说可是一个损失。大哥，你也说了，赵氏和南雨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那么作为这件事的主要人物，南德海又凭什么可以逍遥法外呢？他的下场至少要比赵氏还要惨烈，这样才算是给娘亲一个交代。说的也是，之前是我想的太过于简单了，那你是要怎么做？人就在外面，我直接把他送来了，也免得你去抓人。那行，我这就送他进去。不用，我们一起去，我想看着他自己走进地牢。那行。弟弟莫要紧张，就是进去看看赵文过得怎么样，你难道不想看吗？那好，我们去看看赵文，看完以后我们就回去，你觉得如何呀？行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见一个早上抓进来的人，叫做赵文。这里面关着的就是那个叫做赵文的，他的行为已经上报，他倒是被打得半死，只剩下了一口气了。不知道大人见他做什么？你们还没有打够，还得追到这个地方来打我啊！那也是你活该，谁让你跟本侯泼脏水啊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！如果不是我姑姑，你能吃香的喝辣的？你现在觉得玉王妃娘娘好了，那你以前去什么地方了？你可不要让我碰到，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！你在这个地方关着，你怎么弄我？你有本事从这个地方出去再说。乐清啊，你看，人也已经看过了，我们走吧。把门打开。洛清啊，救命啊，救我出去！哎呀，这里有一条疯狗啊！让他在这里一直关着就是了。洛清，你怎么把我关在这个地方？这是人可以住的地方吗？你们不是一直都是亲戚吗？一起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早就应该彼此熟悉了，怎么突然就陌生了呢？可是哪里出了问题了？可是这里是地牢啊，洛清，你是我的好女儿，你可一定要把我从这个地方救出去啊！他已经疯了，而且还是疯成一条狗。你们这几个好歹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们做这种事儿就不怕传出去被人诟病？怎么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南洛清看了眼顾景天，顾景天拿出证据来，一字一句地念着。你们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这种事你既然已经做得出来，又怕别人知道做什么？洛清，你看在我是你爹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爹呀。你这么做，那不是让你自己不好过吗？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！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疯了？无论是谁，自己做的错事被人发现，心里受不住，自然就疯了，哪需要那么多理由？姑娘说的对，是这么个道理。
这袁安侯贩卖私盐，那可是不得了的重罪，能不能有小命都难说呢。他受不了这压力，直接疯了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疯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身边站的这个南洛清不是什么人，他其实是一个妖怪，你们和他在一起，迟早会赔了性命。哪一个疯子会真的说自己是疯子？袁安侯，你自己不觉得你说的话十分的荒唐吗？可这南洛清真的不是我的女儿，他自己都说不是我的女儿，我真正的女儿肯定是被他给藏起来了。求求你们，你们帮我找找女儿好不好？她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如果你们能找到她的话，我愿意支付给你们高额的报酬。你哪儿来的高额的报酬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你做出贩卖私盐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来，小命都难保了。还有，你想要娘娘当你女儿都没有门。我骗你们做什么？这些话也是他自己承认的，不信你就问他，问他到底是不是南洛清？是，本王妃不是你的女儿，怎么了？洛清，你能这么想，哥哥很自豪。南德海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你的父亲，你有我们顾家就好了。哎，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呀？我的女儿被他给害死了，为什么你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呀？他不是南洛清。哼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。娘娘根本就没有想过认你做爹，你就不要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了。南洛清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把我的女儿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在地牢里，大哥也听了不少话，就是不知大哥听了那些话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小表妹指的是哪一个方面？是你大义灭亲的那一部分吗？南德海说我不是他的女儿，如果我不是的话，那我就不是大哥的妹妹。这件事大哥没有什么想问的吗？难不成我不相信你的话，去相信一个外人的话？那南德海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重要吗？我为什么要听？可如果我真的不是呢？这件事不重要吗？怎么会？我从来都只有你一个妹妹。如果说我不是你的……南洛清总觉得是因为自己说的不够完整，所以才让大哥误会了。那么他更应该仔细的说清楚才是。你不要多想，我说了你是我的妹妹，那么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。你不要因为旁人说了几句话，你就不是我的妹妹。其实你和以前的性子的确是差了很多，不过我更喜欢你现在的心思，因为现在的你啊，才是把顾家当作自己人。这一句话说得非常的晦涩，但是南洛清还是听懂了。顾家为了保护他，对他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，不管是性格脾气，还是吃饭穿衣的习惯，他们都非常的了解。从南洛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南洛清好像不是一个人。可是他们对以前的妹妹没有什么感情，毕竟以前的那个妹妹的存在只会让他们觉得无比的头疼，即便是有血缘关系在身上，那也是他们非常不喜欢的。后来的这个妹妹不仅帮了顾家非常的多，而且是真心的把他们当作家人。既然是把他们当作家人，那么顾家人也同样会把她当作家人。眼前这个妹妹到底是不是以前的性格，或者是说眼前这个妹妹到底是不是以前的妹妹，对于他们来说都一点都不重要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只认南洛清。知道了。神医姑娘，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可我并不想见你。神医姑娘一直以来都如此直接吗？那要分人，面对你嘛，自然是直接就可以了。神医姑娘对在下直接，是不是因为觉得在下特别呀？你觉得傻这个东西会传染吗？我觉得傻肯定是会传染的，要不然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傻子？哎，小表妹，你觉得呢？英雄所见略同。神医姑娘怎么不说话了？可是害羞了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我有必要回你吗？可我们之间见过，难道不算认识吗？那我对你倒是有那么几分印象。你就是肾虚的那个，
现在身子怎么样了？不会没有效果吧？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你记得多吃一点药。我不是笑你，我笑的是其他的事情。你不要，太弱了。到底能不能重振雄风？你不试试看，又怎么会知道？南洛清倒是想反手在他的脸上甩一巴掌，可又觉得魏琪这人故意这么说，是不是就是为了激怒他？那他要是真因为这一句话而生气的话，岂不是着了他的道？最后他会借着这个机会如何对付他呢？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于是南洛清轻轻地朝他身上撒了一点的粉末。不必，我的夫君已经让我如鱼得水了，不需要其他人。魏琪被一群狗包围，南洛清带着顾景柏也顺利脱身。你和魏琪是什么关系啊？魏琪是谁，王爷不知道吗？我就是那个西凉来的三皇子，听说好像是有什么事要和陛下谈，也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。我问的是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怎么，王爷是怕妾身会被抢走吗？谁敢？那万一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你必须是本王的。美人儿，我回来了。公公，这个女人疯了，她看见谁就捅谁，我们根本就控制不了她。你看地上这些人全都是被她捅的，怎么办啊，公公？哭！你们一个个就懂得哭。她就算是再厉害，那也只是一个女人而已呀。难道你们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的不成？你别仗着我宠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你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吗？你爹已经把你送给我了，在我这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要是再狂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皮给剥了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东西？我喜欢你什么东西？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就是喜欢你这张脸，整个天底下长得比你好看的女子没有多少个。巧的是，你的良心只是一个姨娘。你和南洛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的背后是顾家，我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得罪顾家。但是想要动你，轻而易举。又是南洛清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拿我跟他比？他从小到大什么都比不过我，而且他一直都是一个草包。为什么你们一个两个都那么害怕他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脸吗？难道你不觉得他的脸比我的脸更好看吗？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不去找他，反而反复的折磨我？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，她是玉王妃，可不是我一个太监就能够随便动得了的。就因为我的地位没有他高，所以你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折磨我？那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和你解释啊？你不是喜欢我这张脸吗？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把你喜欢的东西给毁了。朱公公，这位姑娘也是伤得挺重的，要不要帮她处理一下伤口？你恐怕还不知道，咱家这手上的伤就是她整出来的吧？你还说给她医治，咱家没有要她的命都算是好的了。啊，那这生肌养颜的药膏朱公公可拿好了，伤口有点深，大概坚持用1个月的时间才会好转。咱家还想和太医要一个药方。朱公公直说就是，想要什么药方，只要我们太医院有的就给你开。有没有那种没有办法让伤口愈合的药啊？啊，朱公公没说错吧？太医，你就说能给不能给就行了，不要问太多无关紧要的东西。啊，那自然是有的，不过量不是很多。朱公公在用的时候可得小心一些，毕竟不让伤口愈合什么的，这种事儿可大可小。要是伤口长时间没办法愈合的话，
那可是会伤及性命的。要的不就是这效果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之前把脸划伤的时候不是很有能耐吗？既然那么有能耐，你现在又一脸的哀求做什么？咱家知道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你觉得来这儿是委屈了你，可若不是咱家，你还在地牢里关着呢。你不想着感恩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妄想恩将仇报，看咱家今天不打死你！朱公公，小女子知道错了，你别打了，小女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迟了，你还没有毁容之前这么说的话，咱家还可以看在你的脸上好好的疼惜你一番，可你竟然自作主张的把脸给毁了。你觉得一个毁容的人在咱家眼中还值钱吗？朱公公，小女子可以为了朱公公做很多事儿，只要朱公公愿意，小女子做什么都可以。还请朱公公放小女子一马，小女子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了。南玉薇之前也就是凭着一腔的怒火才敢做出来这样的事情，可等他的热血降了下去，理智恢复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环境之中。他要是再不低头的话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朱公公，求求你高抬贵手吧，放过我吧！你费那么多功夫把我从地牢里面救出来，就这么要我的命，难道你不觉得浪费吗？原来你也怕死啊！咱家还以为你一副无所谓的模样，就是一点都不怕呢。你要是真这么怕死，之前闹什么呢？之前是小女子不知道朱公公的好，如今小女子知道朱公公对小女子的好，小女子以后一定好好的陪着公公身边，帮公公排忧解难。可咱家不喜欢丑人，毕竟天天看着丑人，心情实在是好不到哪儿去，你说是吧？脸上的伤是可以治好的，还请朱公公多疼惜疼惜小女子。你倒是一个懂得识时务的，那你就从下等的宫女做起，要是做得好的话，咱家就考虑一下。好巧啊，姑娘。三皇子有事？姑娘这么说，可真是让人伤心啊。本皇子在这儿就是想要和姑娘同行的。三皇子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并不想和你成为朋友，而且我也不想和三皇子有任何瓜葛。南洛清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特点吸引了他，他改还不行吗？可是普通人都入不了本皇子的眼，本皇子从始至终只想跟你一个人相处。娘娘都已经说了，不想跟你同行，你就不要再多费口舌了。你要是不让开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只能换一条路了。姑娘应该是要去太师府吧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姑娘好像对我天生的就带着一点敌意，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才让姑娘对我有这么深的误会吗？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不好，我来与姑娘道歉，希望姑娘能够忘记我身上的那些不好，用更加公平的眼光来看待我。魏琪已经试探过了，知道他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。不记得以前的事情虽然让他难过，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，想要时时刻刻的记住的确是挺困难的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，他们还有无限的未来。我为什么要用公平的眼光来看你？我们两国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，你比我更加清楚。我不是以太子的身份来和你说话，我是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与你交流，因为我想和你成为朋友。可我并不需要三皇子这样的朋友。姑娘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不要如此的拒绝，还是要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的。我在画舫上已经摆了一桌宴席，而且都是姑娘喜欢的菜肴。如果姑娘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游湖。三皇子到底把我们娘娘当做什么人了？我还是想要听听姑娘的意见。姑娘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游湖吗？我自然知道姑娘已经成婚了，但是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姑娘可能之前只见识过一个男人，
所以不知道其他男人的好。三皇子还是去和别人说吧。姑娘当真不愿意去？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，到时候可是要后悔的。我没有什么要后悔的，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的好。小表妹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你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紧张。我看见你没来，我心里真的一点底都没有。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其他人都这么废物，连我都打不过。看来这一次我是势在必得。碰上一条疯狗罢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既然三表哥都可以赢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南洛清找了一处乘凉的地方坐着，而魏琪就在不远处的地方盯着他。顾锦柏一扭头，正好对上他的视线，吓了一跳。哎呦，你说的那一条会咬人的野狗不会就是它吧？这么一大早你也能够遇见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缘分呀？谁要跟他有什么缘分？你难道不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可他每一次出现都是一副我们是旧相识的样子。或许你们之间真的就是相识吧，只不过是你忘了呢。那就是你想太多了，我绝对没有见过他。娘娘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为什么非要跟到太师府来呢？或许是凑热闹吧。不得不说，顾三公子还真是厉害。听说以前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，没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，不仅能够得到陛下的赏识，还能够如此的有才能。那些其他公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奴婢认为，像姑娘这样的花容月貌，就一定要和顾公子这样的人在一起。什么时候你竟然说话如此？姑娘马上就要出嫁了，怎么还是动不动就脸红了呀？如果还是这样的话，以后可怎么伺候夫君啊？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。既然是以后的事情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公公怎么来了呀？也是来喝我家女儿的喜酒的。恭喜太师，贺喜太师。是什么样子的喜事儿啊？哎呦，自然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你家女儿被西凉的三皇子看上了，三皇子愿意娶你家女儿去当侧妃。你也知道，像三皇子那样的人物配公主倒是绰绰有余的。于太师听到这话，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。他的女儿赐婚给西凉的三皇子，可他的女儿现在就在比武招亲，怎么能许配给三皇子？这圣旨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怎么这么突然？我们之前都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。那公公都来了，肯定是真的，不是什么假的。你什么时候看到陛下的圣旨会造假的？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。不过如果一开始于太师的女儿就要嫁到西凉去，那为什么还喊我们来比这么一场？是不是愚弄我们呢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就算没有这个三皇子横刀夺爱的话，那于月言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倒没有看到那个顾锦柏，简直是不要命的比。听说他和于月言关系一直很好，可能就是走一个过场，他们两个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成婚。那这三皇子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是说三皇子是爱慕于月言这个病美人？哎呀，那是你不知道这三皇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最近才来的大齐，总共还没几天呢，怎么可能会认识于月言呢？不过这于月言运气还真是好啊，竟然可以嫁到西凉去。谁不知道西凉比我们大齐厉害的多呀？听听你这话说的，这不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？我们大齐哪儿比不上西凉了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朱公公，你也知道我的女儿身子不好，不方便去西凉，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太师这么说，是怀疑陛下，是觉得陛下这么做是错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陛下怎么可能是错的？实在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朱公公你也是知道的。但是她身子不好，所以她不能去西凉。这也不是什么能不能去西凉的问题，而是说西凉的三皇子到底是怎么看的问题。
今天陛下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西凉三皇子说来消息说，可以减免一座城池，不过是需要你的女儿嫁给他当侧妃。这对于大齐来说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。陛下肯定同意了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极其困难的事情，这可是一件好事儿啊！不就是把你的女儿嫁给西凉三皇子吗？那城池的事儿还可以和西凉的三皇子商量一下，可我的女儿已经有了心上人，主公公大人有大量，还是不要让人家伤心了。谁的婚配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？再说了，那心上人的地位能有西凉的三皇子高吗？你家女儿能被西凉的三皇子看上，那就是你女儿的幸事儿，圣旨都已经下来了，你要是不办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。主公公，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的愿望也很简单，就是想要她快乐就好，我不想卖女儿来获得陛下的疼惜。你怎么就如此的执迷不悟呢？陛下的圣旨你也不愿意要，这可是杀头的重罪。那秦红叶竟然想要把月颜许配给魏齐，那不就是故意把月颜往火坑里推吗？顾景柏气得恨不得直接把朱公公给杀了，然后带着月颜私奔。南洛清也没有料到魏齐做事如此刁钻狠辣，竟然以拿捏顾景柏来拿捏他。可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啊。那月颜是我的心上人，更是我喜欢的姑娘，这件事怎么可能与我无关？这件事反而和你们没有关系，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，我不想把你扯进来。娘娘，这西凉的三皇子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对顾三公子？清晨我们与他碰面的时候，他一副各种对娘娘感兴趣的样子，怎么一转眼就说要和于月颜姑娘在一起了？还是说他对娘娘的感情都是假的？还是说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？你说的八九不离十了，他对我的感情是假的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就范。逼娘娘就范？正是。他知道我紧张三表哥的婚事，所以故意拿这件事来压我，他在等我主动去找他。那魏琪对你有兴趣，但你是我妹妹，你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会永永远远地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旁人的一丝半点伤害。我不要你去找魏琪委曲求全，我亲自带月颜离开这个地方。月颜，你为什么想不开？你要是走了，让我怎么办啊？有我在，我会想办法，你不要放弃。还能怎么想办法？你答应我，不要去和西凉的人硬碰硬，这可是圣旨。你听我的，我就算是杀了那西凉三皇子，也不会让你平白无故嫁到西凉去。那你岂不是要与他同归于尽？可我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答应我好吗？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过我。我们两个人这么相爱，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为了这一次比试做了多少准备，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圣旨。你还是忘记我吧，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呢？你想要怎么办？你现在还这么年轻，又得到了陛下的赏识，你还这么的有能耐，以后你可以找到许多很好的姑娘，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我的身上，这样不值得。在我的感情世界里，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，或者是什么事情不值得。只要我想做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做成。你是我喜欢的人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，那么我就不会听别人的，也不会随便的放弃。你不要再随便轻生了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们两个人一次机会。
其实你心里也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对吧？既然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，我们就得认命。你告诉我什么是命？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认命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离开这里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就不要再做傻事了。我的确是愿意跟你走，在这里的一切我都不留恋，可是我不能够那么自私。如果我走了，那么留下来的父亲就会面临各方面的压力。你知道，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那你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办法，就是自己离开，是吗？你不要难过，事情变成这样，我们谁都不想的。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，你就忘记我吧。希望你尽快从这段感情里面走出去。谁说我认识你的时间不长？自从10年前见过你以后，我就一直忘不掉。从10年前开始，我就想要娶你为妻，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变过。那你倒是教教我，我怎么能够把10年的感情全部都忘记干净？如果是你，你可以做到吗？10年前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10年前，我和别人打架打不过，是你的出现救了我。我想你应该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我却一直记得。只不过你身子不好，不能够随便出门，也不能随便吹风，我见你的机会很少。但是我每天都会梦到你，你告诉我这样子的感情，怎么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你给忘记？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偷偷地喜欢了我10年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生，这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事情还特别的多，让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我们家小姐轻生，还请王妃娘娘去一趟，去救救我们家小姐。怎么会轻生呢？三皇子什么时候竟然喜欢于月言这样的女孩？本皇子喜欢什么人需要和你报备吗？你未免管得也太多了一点。可是王爷可以喜欢素未谋面的人，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喜欢我呢？这么多年我在王爷的身边，难道帮王爷的事还少吗？你帮我，我也帮你，我们2个人互不相欠，但是我欠了你的人情，却不想拿王妃的位置来还。这么说，你听懂了吗？如果我偏偏不想放弃呢？你不想放弃是你的事情，本皇子自然是有本皇子的打算。如果我让你结不成这个亲呢？玉璇，本皇子从来不受任何人威胁，本皇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来不管旁人说的是什么。如果你再威胁本皇子，试试看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的侧妃可以是素未谋面的于夜言，却不可以是我？随便讨论主子的事儿，你可是犯了大忌，懂吗？即便是犯了大忌，我也得弄明白，我比他差在什么地方。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你既然是本皇子安插在秦玉修身边的棋子，你就好好的当一颗棋子，不要肖想那些从来都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我的婚事你也听说了，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，反正就是让我嫁给西凉的三皇子。这一门亲事我不会同意的，但是又不想拖累旁人。如果我就这么离去，陛下那边也不会怪罪在爹爹身上。可你是否想过，你这样做对他们反而是一种伤害？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想到这么做。如果我离开的话，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自然是乐意的。那你了解魏琪是什么性子的人吗？他就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他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，他看上的东西也会想方设法得到。就算你用这种方式离开了，他的怒火也会牵连到于家，到时会闹得所有人都鸡犬不宁。南姑娘，你比我见多识广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能不能不让三皇子牵连到其他人？
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，你不要再想不开就好了。月颜姑娘，你对我三表哥十分的重要，没有你的话，他也不会活下去。我不想三表哥娘痛苦，如果你是真心爱他，就不要让他陷入绝境之地。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，我要是考虑的周全一点的话，也就不会如此冲动。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如果能成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解决现在的所有问题；如果不能的话，那就……什么办法？就是我想办法把魏琪给杀了。如果说西凉的三皇子都死了，那岂不是这婚事就不用履行了？你确定是你去杀他，而不是让他杀你？我还是不是你三哥了？你怎么可以和我说这么绝情的话呢？不就是一个魏琪吗？等我把他杀了，那么也就没有人会阻碍我和月颜了。那你知道，如果魏琪真的在大齐出了事，大齐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吗？可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这么做的话，才是真正让大齐陷入危险之中，到时候会让西凉的摄政王怀疑我们大齐有反抗之心，那么铁骑就会踏入我们的上京来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会有多少人生灵涂炭吗？你说这样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难道真的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月颜和其他的男人在一起？那我不如出家算了。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可有说过不管你的死活。你有什么办法管？毕竟这件事涉及到西凉和大齐之间的事，你还是别想了。你平常要忙的事情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，哪还有功夫想这些？那魏琪对我倒是有几分兴趣，我去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那魏琪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每一次看见你就像是野狼看见猎物一样，我哪能放心让你去找他？你要是去找他的话，岂不是故意送上门去？听三表哥这语气，可是不想娶月颜姑娘了？怎么会？娶月颜姑娘我一定要娶的，只不过还在想好的办法，不是吗？三皇子怎么说？他竟然要娶别的女人，他到底把我是当什么了？进展是有的，我知道南洛清在上京开了好几家铺子啊，我还知道他最喜欢吃的甜品是什么，我还知道他往常会在什么时候去顾府，还有几个他最要好的姐妹。闭嘴！你哪来这么多的废话？我让你接见南洛清，不是要你跟变态似的打听他的所有细节。我这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要不然呢，知道他的消息更多一点儿，这样我接近他岂不是更加的容易？宋玉泉，我们这是把自己的格局放大罢了，不要只盯着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嘛。那你是想什么时候去找他？你想让我继续等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可能需要1-2天，也有可能需要1-2个月，这个时间我说不准的。楚莹其实内心深处就是不想搭理宋玉泉的事儿。宋玉泉讨厌南洛清，他又不讨厌。说不准。哼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的手再往下一些，就可以扎在你的眼睛上，那么你就看不见了。如果说我的手再往下一些，那么你的脖子也就被砸了，你就没命了。这，你懂吗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是你的合作伙伴，你要是真的要了我的命，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楚莹现在倒是挺害怕宋玉泉这个女人，看着柔柔弱弱疯起来的时候，可是什么人都抵挡不住。她现在还有求于三皇子，还不能和宋玉泉撕破脸。哼，你也知道我们之间是合作的关系，但是你有那么一丁点合作的意思吗？你不把南洛清给处理了，我如何完成我的任务？我倒是想，可是这世上很多事情不是靠我想就有用的，你得给我时间。给你这么多天，你还是没有进展，我再给你多少天都没有用。很快，楚莹就会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，因为当宋玉泉在她的面前催动咒语的时候，
他感觉自己的身上就像是有无数的蚂蚁在爬一眼，然后他几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开始在地上打滚，身上不停地抽搐着。你在对着我做什么？你快停下来！你是不是要我的命？我如果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是你不听命令的代价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这是你不听命令的惩罚。还有，我现在要求你必须尽快去接近南洛清，把他从秦玉修身边弄走。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你就得天天承受这种痛苦。既然你这样嫌，不如去帮我看一看玉玺到什么地方了。可是奴婢想守在娘娘的身边。你是担心三皇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会对我做什么？你觉得三皇子是一个傻子吗？而且这是上京城，是我们大齐的地盘，不是他西凉的地方。他一个西凉的皇子在我们的地盘上，难道不应该更加恐惧我们吗？那奴婢知道了，奴婢现在就去看看玉玺是否已经送到。这玉玺关乎大齐的命运，你可千万不要马虎。这件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奴婢明白，这东西关乎大齐。不过，娘娘，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奴婢来做，是不是太看得起奴婢了？唐月，你一直都很好，不是我看得起你，而是你值得。你来了。三皇子这样想见我，到底是为了说什么？也不是要说什么，就是想要见见你。那三皇子可是真的想要娶月颜姑娘？你觉得呢？我又不是三皇子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会知道三皇子是怎样想的？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为了娶她，我是为了见你。每一次见你，你都百般拒绝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见你一面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很恶劣？哼，恶劣？月颜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这是棒打鸳鸯。我知道，她喜欢的人不就是你那三哥吗？我还听说你一直都很紧张你那几个哥哥的事儿，我这才选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出来。如果可以通过于月言和顾锦柏的关系见到你的话，那么一切都知了。你说呢？你是不是疯子？我不是疯子，不过你在面对我的时候，难道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那些过往的事了吗？过往？我和你之间哪有什么过往？你是全部都记不起来了吗？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？你仔细的看看我这张脸，难道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？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我和你之间哪有什么过往？你想要我想起来什么？不是的，我们之间不是没有过往，而是你把自己全部的过往都忘记。是不是那秦玉修让你忘记的？秦玉修让我忘记什么？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三皇子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你到底在臆想些什么？如果没有你，对我的话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我拥有了一切，可以来娶你，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记起我？不是不愿意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那我一定要你这么做呢？魏琪受不了了，他受不了自己被南洛清从记忆里面抹去，也没有办法坦然接受他现在属于别人。明明曾经两人那么好，也都约定好了，等他爬到那么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就来找他。可是这个誓言他记了一辈子，为什么南洛清可以说忘就忘，还嫁给了别人？魏琪低头想要稳住他，这个时候一支箭射了过来，击中了他的手臂。南洛清扭头一看，发现秦玉修用轻功飞到了他的身边，还把他给带到了岸上。青儿，我愿意带你离开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我带你离开这个地方。秦玉修，你不过是偷走青儿的几年罢了，你以为以前是你的，现在就一定是你的？你做梦！青儿，我是势在必得。哼，杀！三皇子，谁让你出来的？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出来会死？奴家不过是想要享受在主子怀里的感受罢了。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的任务吗？如果你死了，谁帮本皇子去迷惑秦玉修？主子，
那个男人的心早就不在我这儿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爱一个人是如此困难。当初我错过了他，他就再也不会属于我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罢了，要么就是你不够努力，你得到他的心，这样一来，青儿就会回到我的身边。主子，你千辛万苦的让我去拿捏秦玉修，不过是为了得到南洛清。你不是说这么做是为了我们西凉的基业吗？不过具体是为了谁重要吗？你只需要记得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我说什么你都要听。主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对我是否有那么一点的真心？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你觉得问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？你觉得你问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，为什么南洛清可以，而我却不行？我和青儿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如果没有她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娶她为妃，让她一辈子都在我的身边。可是南洛清根本就没有为你做什么事，反而是我一直在三皇子女的身边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？先处理伤口，你不想活了？如果主子愿意抱我一下，那我就不挣扎了。不要忘了，是我救的你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所以主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那黄泉路了。有我陪着主子，主子也就不会孤单了，不是吗？你这个疯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你杀我，你自己也不想活了。主子，你就认命吧。我们在大齐和秦玉秀的手里，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去的。反正你都是要死的，你死在谁的手上不是死呢？死在我的手上，岂不是更好？你就当我这是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宋玉犬担心一个人的黄泉路太孤单，他定然是要把魏齐给带上。他可没有办法忍受魏齐一个人活着，最后登上了帝位，和南洛清亲亲密密的在一起。你疯了！你自己想死，为什么拉上我？你说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只能用这种办法，永远的让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在他临死之前，他仿佛看到南洛清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青儿，你救救我！这个女人要杀我！如果你愿意救我，你要是救了我的话，你想什么我都给。听到这话，秦玉修立马就把南洛清揽在自己的怀里。妾身只喜欢王爷一人，王爷可不要再乱吃醋了。你要是敢喜欢别人，本王不会让你在床上下来的。青儿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明明我和你先认识的，你为什么心里眼里只有秦玉修？为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南洛清是一点都没有想起来他们之间的过往，而秦玉修看他的目光又像是要吃人。王爷莫要生气，这件事我和他好好的说一说。秦玉修还是不舍得放手，好像是在害怕这么一放手以后，他就属于其他男人了。王爷在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会跟着他走吗？那你独自来画舫见他是要做什么？他说要娶玉颜姑娘，你也知道玉颜姑娘是三表哥喜欢的人，这就是要了三表哥的命了。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他要借你的一点小把戏？我就是想着试一试，王爷可别生气了。那行，速去速回。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青儿，你是不是故意说这种话来气我？我记得你当时在那别院，你还对我说什么都不重要，你懂吗？因为你认识的那个人不是我，你认错了。
不可能，是你忘记我了罢了。你明明当初说过不会忘记我的。我之所以从那别院努力的回到西凉，就是因为你与我说的话，我都还记得。你怎么可以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？因为那个人不是我，真正的南洛清已经死了。魏琪，你来晚了一步，他已经被人害死了。怎么会？那你是谁？我是南洛清，不过不是以前的那个南洛清。你若是要问南洛清是怎么死的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是被你害死的。不是你设计让宋玉犬假死，好好的成为王爷的白月光吗？可你是否想过，你这样做，谁来背锅？你不是南洛清，真正的南洛清已经被宋玉泉害死了。南洛清就是被你给害死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得如此深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就是故意要甩开我，才会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像你这样的人，的确不配得到什么真情，因为在你的眼里，所有事都是筹码和工具而已。你看看，你利用所有的人，最后反而伤害了你最爱的人。那对我呢？不也是一个惩罚？明明当时有一份好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，而我却不懂得珍惜。我对你不过是感激罢了，没有任何男女之情。切玉修，你害死了我的青儿，那你知不知道，当初在战场上救你的并不是宋玉泉，而是青儿呢？这件事是南洛清没有料到的，因为过去的记忆对于他来说是模糊的，只能隐隐记住几件重要的事情，而原主救了秦玉修这件事情是他根本就记不住的。难怪他当初在幻境之中会看到那一幕，就是原主救了一个人。不过那一幕太过于模糊，他才没有把这件事往战场之上救了秦玉修的事情上牵扯。切玉修，其实你才是这天底下最大的蠢货。你在战场上受伤，并没有伤了你的腿，其实你把伤治好以后就可以行动如常了，可偏偏你被宋玉泉下了毒，你的腿一直动不了，多可笑啊！给你下毒的人你死死的护着，真正救了你的命的人，有恩于你的人，你却要了他的命。玉王殿下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不过是受了利用罢了。你能不能好好的怜惜我一番？王爷，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们朝夕相处3年的时间，难道不比那救命之恩更强吗？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一个小偷，还冠冕堂皇的很。你自己不觉得你可笑至极吗？你为本王做了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都是魏琪的细作，埋伏在本王的身边吗？可我并没有想伤害王爷，那些事儿都是三皇子让我做的。你也知道我一个孤女有多么的可怜，我如果不做的话，那我哪还有什么活路？从始至终，本王想要感激的不过是救了本王一命的人罢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本王为何要对你一个细作心软？宋玉泉已经来不及发出声音，而魏琪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带着最后的悔恨闭上了眼。他们都知道魏琪的死亡肯定会在大齐境内引起轩然大波，他们得想办法稳住这局面。是不是妾身去见了魏琪，给王爷惹了大麻烦？并不是，与你无关。你不要多想，这一天迟早要来的。再说，魏琪竟然敢觊觎你，那就是与本王作对。本王不允许你被任何人抢走。这钥匙是妾身金库的钥匙，听说王爷近来养兵，那自然需要不少的银子，这银子你需要？本王是男子，男子哪能用女子的银子？可妾身不仅是女子，更是王爷的夫人。王爷现在碰见困难，可作为王爷的夫人，自然是能帮就帮的。若是不帮的话，那岂不是说明在妾身的眼里根本就没有王爷？王爷怕是忘了，妾身做生意赚银子，本就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。如今王爷需要，妾身赚这些银子才是有意义呀，也没有辜负妾身长时间的经营。
不过就是个刺杀的刺客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身影倒像是一个熟人，牵上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南洛清下了马车，就看见楚莹痛苦地躺在地上，他的眼里充满了恨意，是视死如归。宋玉泉死了。他体内有宋玉犬下给他的蛊毒，当宋玉犬出事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有相应的感应，他已经感受到自己应该是命不久矣了。再加上魏琪也出事，那么他的祖母也就没有药可以治疗，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你不想活了？我是要杀你。可你自己也知道，以你三脚猫的功夫，别说是突破誉王府的防线，你连本王妃都打不过。誉王妃娘娘也不是一个喜欢啰嗦的人，既然我刺杀失败，我就认输。你们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看你是自己想寻死吧。南洛清不需要把脉，只是简单的看了他的脸一眼，就已经看到他脖颈处隐隐浮现的黑线，那黑线就像是活的一样，会攀爬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毒，而是蛊。你何出此言？就算是没有经验的刺杀，你怕也是命不久矣。那蛊会侵蚀你的五脏六腑，要了你的命，这种事儿可藏不住，你自己应该也了解。无论情况是怎么样，事已至此，我只会认。看着倒不像是你的性格，难道被人下了蛊毒就一定死吗？你自己就没有一点求生的本能？我就算是有求生的本能，又有什么用？宋玉泉已经死了。原来是宋玉犬给你下的蛊啊！让我猜一猜，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控制你，让你乖乖的听话，为他所用？是又怎么样？你到底杀不杀我？娘娘别生气，属下把他带走去解决，这样就不会脏了娘娘的眼睛。慢着，娘娘已经看过太多的血腥，还是不要再看了。这种事情交给属下来做。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本王妃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并不想要他的性命。娘娘，你可得三思而后行，这个人可能也是细作。没事的，我只是觉得他不应该是那样的人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你不如就直接杀了我，那么一切的一了百了了。本王妃留着你还有用，再说你身上的蛊毒也不是十分的难解，我可以帮你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本王妃何必在这种事情上诓你？我倒是觉得你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，在面对博弈的时候是你帮他逃的吧？而且我见你也不想真的当魏琪的走狗，你是有苦衷的，何不说来听听？我听说誉王妃娘娘不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人，为什么会突然管我的事情？你也是身不由己，之前你被宋玉犬控制，做了很多你不想做的事，如今宋玉犬死了，你可以重获新生。